天台宗的判教跟华严宗判教有一些不同。天台宗的判教它是判《法华经》是最圆融，因为《法华经》包括了三层圆觉、声闻跟菩萨层三种车，然后最后归到这个大百牛车，因为这个《华严经》的譬喻嘛，所以这个是最圆融的。那么华严宗为什么判《华严经》是最圆融？因为《华严经》是大乘的原教，所以华严宗认为是大乘的原教是最圆融的。那么天台宗是认为三乘的原教才是最圆融。华严经传说是佛陀开悟的时候、觉悟的时候就说的法，然后天台宗他说了这个法以后呢，很多人听不懂，所以才开始讲《阿含经》。那么《华严经》讲多久呢？3、7、21天我们叫7处9会吧，到7个地点，有在菩提迦也讲，有在什么兜率宫、什么天宫讲了9次。这个是大乘经典第一次讲完了，很多人听不懂怎么办呢？就从四圣谛、12因缘再来讲叫阿含时期，然后听懂了以后呢，再讲深一点的，最后呢讲法华跟涅槃。法华经跟涅槃经就是佛陀最后期讲的经典，这个是我们中国佛教哲学的判摄，不是历史的判摄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哲学的判摄呢，非常的重要，把当时传过来所有的经典都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当把所有的经典都放在适当位置的时候呢，就发现到说，经典与经典之间就没有矛盾了，就没有说不通的了，全部都说通了。所以这个是中国佛教的一种非常独特的这种判摄，所以就是圆教圆融全部都归纳到里面去就对了就是说哇，这边一大堆那些经典没关系，我做一个架子然后把这些经典放在适当的位置上，那你们就去要学什么的就去从那边去学就可以了。但是呢，中国人呢，一方面好简，然后一方面呢好什么呢？好圆融所以呢就觉得说，既然圆融的都讲了，我们其他不用学，我们就写最圆的那个部分。所以后来天台宗、华严宗的思想就变得很玄学化，因为大家都讲圆的，不讲这个比较不圆的那个部分所以就比较没有基础。所以中国佛教后期衰微一部分就是这种研究教理的这个态度。另外呢，就是我们好解，这么繁琐的东西太麻烦了，所以六祖呢就把它化为最简单的方式。所以六祖的思想，我们说他跟达摩祖师一脉相承，可是这么多代以来，为什么一直没有这个基础，或者是没有办法发扬光大，就是没有这个条件，没有这个背景。当中国佛教完成体系的时候呢，六祖在这个基础上面，把所有的这么繁琐的哲学，这么丰富、这么高深的哲学，化为最简单的几个句子，然后把它简化为一个最简单的实践的方法，才出现了。其实他所讲的东西，我们从传承里面还是可以看到。但是他这样一讲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到说，东西简化很多了。但是简化的过程里面呢，我们要知道它是化繁为简，它的基础是在这个繁上面，没有这么丰富的基础，这个简就要出问题。所以我们看到说，中国佛教后期的衰微都是这两个情况。一个呢，我们要圆教，所有的研究都是在圆教上面下功夫然后呢，行持上呢，我们是越简单越好，简到完全没有底了，你那个简呢就会变得很肤浅，或者是变得很笼统。所以后期禅宗就出现这个问题，没有教理做基础，然后只有方法。那这个方法呢，有时候又太简单，简到好像不
不知道怎么做，所以就造成很多人对禅宗的误解，认为说中国禅法没有系统，因为从公案里面，从这个禅师的资料里面没有办法看到这些系统。可是我们如果是了解这个背景，发现说这些来学禅的，或者是来亲近六祖慧能大师的，全部底子都很好的，就是他们已经具备了这个条件，就好像舍利弗跟目犍连来找佛陀学法的时候，佛陀不会叫他说去打坐，然后教他怎么观想，然后一步一步怎么做，没有，他直接告诉他诸法因缘生，因缘灭。所以这些弟子来的时候呢，六祖呢就是直接告诉他们自性清净，一句话他们听悟了。你迷的时候呢，自性也是清净的；悟的时候呢，也是自性清净。那告诉你，你一悟的时候呢，你自性清净，你见到了或者是悟到了，那么你所有的行为显现出来的就是清净。那么如果你在迷的状态里面呢，你就不能够显化出来了，就这样子而已哦。那你在这一念或者是这一说法之间，能不能够转过来，就看你的底够不够。你没有这个基础的话，比如说你没有经过这些思想的那种洗涤，然后也没有经过禅修的这个功夫，你没有这个条件转过来。然后我们现在也在讲，可是你就转不过来，怎么转呢？怎么转呢？这个一念怎么去念呢？转不过来。可是你在那个条件都具备的时候呢，这个一体就转过来了。所以问题都在哪里呢？就是在修行的人具不具备这个条件，他能够把那么丰富、那么高深的内容这样子转化它，就是因为所有的基础都建立了，来跟他学禅的人也建立了。比如说有一个弟子呢，他念《法华经》念了很久，听说念了好几年，他就念不通，然后他来找六祖，就找慧能大师的时候呢，他就跟他讲，他就说好吧，你就念给我听。六祖不会念经，为什么呢？因为听说他读书不多，我们不能说他完全不懂啊。那个时候教育应该还蛮普遍的，他听得懂，人家念《金刚经》他都听得懂哎，他都知道，所以他可能就是你说所有的文字都读那么多，可能没有。但是我们也知道他背景，他爸爸呢是一个被贬的官，也是文人来的，只是死的早，所以他没有什么受到教育这样然后后来去做樵夫他就叫那个弟子念给他听，那弟子念了，好像不知道念到哪一品而已，都没有念完。他说《法华经》的中心就这里，在哪里呢？也就是跟他都没有读过其他的这个这个很重要的这个论点经典，比如说智者大师，因为《法华经》智者大师是最权威的嘛，那么智者大师讲《法华经》最主要的是有2个部分后来这个日本的日莲上人也讲，其实这个那个智者大师老早讲的有2品，一品是方便品，一品是如来受量品就这2品最重要那么当然六祖不是智者大师有判摄说他《法华经》分这2个部分，这个你们去查一下忘记了。然后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句子在哪里呢？很简单的一句话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世界，为要开示开佛之见、示佛之见、悟佛之见、入佛之见，开示悟入佛之见，就那么一句话。所以他念完那边，他说这个《法华经》的中心在这里，听就懂。然后一讲这个法师叫法达他说他以前读了那么多，都被《法华经》转了，现在他可以开始转《法华经》，他已经通达了，真正叫做法达了。这个不是发达你们不要发达
们还是希望他打了。他说他现在通了，打了，所以你看，他念了那么多，就表示他的基础很好了，然后也有禅修，但是呢，就是最关键的部分没有通。那六祖一听了，六祖已经开悟了，很透彻了解了。你经典一念，他就知道关键在哪里，很重要的一句话一讲，他就通了。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背景，它这个条件非常的重要。那后期呢，这些条件慢慢就不见了。所以如果没有再把这个条件凝聚起来，我们在传授这个禅法的时候，想要用六祖的这一套，还是很不容易的。所以现在我们把禅法传到西方来，我们发现西方都没这个条件，所以西方的禅法的传承呢，就很多问题。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教理的背景，我们不要希望说他们有天台宗、华严宗这样深厚的这个教育，但是至少知道说禅法的修行是为了什么呢？我们一定要有个目标，什么目标呢？就是我们说什么大事，生死大事啊，对啊，是要了生脱死的，禅法也是要。那你如果没有生死的那个观念，所谓生死的观念就是轮回的观念，没有这个因果轮回，然后还有这个所以因缘生因缘灭的这个观念的话，你修禅来干什么呢？你不相信它轮回的话，你修禅来有什么用呢？我们就是知道它轮回，所以要修禅来解脱。你终极目标要这样子建立，这个终极目标建立是要建立在一个原理上面、思想上面，没有这个，你禅法就是一个技巧。技巧有用吗？有，调你的心，精神有问题调一调，每天很烦恼调一调，然后稍微打坐轻松放松一点，因为这几天没事做，松松的，就法喜充满，就这些功能而已了。那这个功能，你在禅法要深入的时候就深不进去了，因为你没有更高的一个目标来完成嘛，所以这个原理一定要建立。那么这个原理建立的话呢，在中国佛教，因为它这个是比较偏这个我们所谓个人生死解脱的，然后呢也比较偏所谓灭和空的一边的，所以后来他写本来无一物。可是呢，它原本的版本是佛性常清净，所以就大乘佛教讲的是清净，本性空，也就是本性清净。我们比较强调清净，因为清净前呈现出来的是比较正面的、正能量的。因为大乘佛教它要度众生嘛，而度众生的话，你显现出来的是要非常积极的一面，那么你了脱生死，用空的思想可以把自己的烦恼解脱。那解脱只是属于个人的生死大事的解决，但是它还没有完成更广大的这个目标。但是最基本的，你要先解决个人的这个问题啊。即使没有解决，你也知道是朝这个方向去。那如果都没有这两个目的的话呢，你禅修来干什么？可以咯，当做一种技巧咯，好像一种心灵的修养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在现实生活中啊，能够帮助你做到一些东西。但是你再也不能伸进去了，它就停滞在那边，因为你失去了这个最根本的。所以中国禅宗后期呢，教理的这个部分流失了。所以所有的方法一进到禅堂打坐参禅，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即使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但是没有教理做基础的话，这个目标是很虚幻的。了生死，干嘛要了生死？你要先知道这个因果，然后知道这个设置缘起这一类的道理，知道了以后，你才能够建立这个思想。比如说我们华佗禅里面最主要的一个是什么呢？是移情。什么移情呢？生从何来，死往哪去？你对这个没有移情的话，你参什么呢？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发现西方不太容易用话头，因为没有移情了，生从而来，神死亡而去，到神的身边去，还参禅吗？移情都生不起来啊！所以为什么话头禅来到这边不太能用？他们用公案都变成是一种什么类似激励课程，逼，用这种方式，然后逼到最后呢，发泄了、爆发了，把一些压力啊、情绪上的那种压力全部释放掉了，然后很发泄、狂喜，过后就以为自己开悟了，还早呢，真实的问题都还没处理，怎么算解脱？可是他们不觉得需要这个，甚至有一些禅师，包括日本来的一些禅师，也不谈这个解脱，只是禅思想讲到很玄妙如果有讲的话，讲得很玄妙，讲到好像有些就讲的比较现实一点，跟心理学怎么沟通之类的，但是呢，生死的问题不谈。那这个不是佛教禅法的这种修学。那生死问题不谈，还有呢，就度众生的这个愿不发，你就跟这个拉不上关系了。所以禅是变成一种技巧，这个技巧呢可以随时用，它能够达到一些效果，就好像我们身体不健康，然后就去跑步一下，那身体就慢慢恢复了，健康了。它是一个技巧哦。心理不健康，我们可以很多方式咯，参加一些什么课程啊，心灵课程啊，然后有一些游戏啊。然后你说好像禅法比较好，你就学禅法了，打坐啊什么，就帮你调这些啊。所以这个理没有建设的话，这个条件没有很好的建设的话，那么这一些方法呢，这么简单的方法呢，它可能就变得很肤浅，甚至有时候呢，观念就变得很笼统。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禅法的修行就变成是这样。那他们也不读六祖坛经，读了大概也觉得太简单了。六祖坛经其实不难的，你们不要被他吓到，你们自己读马上通了，真的，很容易的句子，你看他讲一个句子，善知识我以人和尚处，就那个弘忍大师那边一闻言下大悟，听懂吗？这句话听懂？顿见真如本性。容易吗？听懂了。是故以教法流行后代，令学道者顿悟菩提。佛教念你们都知道他讲什么，这么白话的文字你们怎么会看不懂呢？回去找来看哦。但是呢，它主要的是在整个佛教的位置上，还有呢，六祖刚好那个时候出现的时候，他为什么一传这个禅法这样子的简化的方式，那么单刀直入的，很快就得到很多人的这个学习，就这个条件具备了。所以我说，跟佛陀的时代一样，佛陀为什么一教学，一堆的弟子呢就来了，纷纷从别的教派都过来，他们都从别的地方学了很好了才过来的。所以六祖的弟子很多都是原本可能禅修啊什么都做得很好了，教理也很丰富了才过来。那最主要的一个弟子叫永嘉我们希望明年可以讲叫永嘉正道格沃开启这么好的一首诗他是天台宗，在天台宗里面学到开悟了，才在六祖那边去印证的。那我们近代的虚云老和尚，他开始年轻的时候出家去修外道，修到人不人鬼不鬼然后人家看到他全身都脏兮兮，因为都几年躲在深山里面，不知道吃什么，穿的都破了嘛他们问他你是人还是鬼人就把他带到那个一个寺庙去，知道他是出家人。那个寺庙的法师天台宗的，然后叫他参拖着死尸的是谁？参了30几年。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些关系这么连贯
这些条件啊都很重要，这些背景很重要。所以我们了解这个禅法不是只是学一个方法而已。所以后来你看，为什么师父后期他都讲祖师的这些著作，什么六祖坛经啊，什么信心明啊，莫照明啊，还有好多好多啊。为什么不建立那个思想的话，所有的教学都变成是没有基础的，没有底的，没有根本的。另外一方面呢，师父也当然要完成自己的禅的体系，所以他也必须要讲祖师们的体验。那这些体验里面有一些是师父用他的体验来传达的。这样子的话呢，整个师父自己本身的这个禅学的这个体系才能够建立。那么从这个过程，我们也知道说，这么多年师父在传这个禅法的时候呢，他也不断的在讲学，也常常用祖师们的这些体验呢来讲，所以我们就可以体会到说，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因缘。那包括师父后晚年的时候呢，他一直不断的在强调汉传佛教，甚至在这边呢设立一个汉传佛教的研究中心，因为你必须要有这样丰富的、这样深厚的这个背景跟基础，然后禅法呢在这个基础上面，它才能够真正发挥它最大的功能。对于我们修行的人来讲，不然的话呢，我们就浅浅的学了一些方法，然后理深不进去。你理深不进去的时候，你的行就深不进去。所以讲心经的时候呢，这一阵子我就说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嘛，对不对？然后这个深，我的解读是形容那个行哦，可是听说他们找了梵文，觉得他这个深还有应老他们解读的时候是形容这个般若。那我想说，现在我们就把它贯通起来，行要深，般若也要深，两个要深啊，你才能够照见五蕴皆空啊，对不对？你行的是浅浅的行，那般若很深对你没有关系。般若很深，般若如果是浅的般若，你懂得很浅的这个教理，你说你的行很深也没用。所以这句话我们就这样子把它贯通起来，这个是中国人的方式啊。就像智者大师呢，他读完了这些经典，很多是用中文来解读的，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没有梵文了，翻译了以后就没有梵文了嘛，所以用中文来解读。那如果我们这个没有去找梵文的那个版本的话，我们可以解读说深是形容行的，因为中文字可以倒装的嘛。我可以深行般若波罗蜜多的话，就完全属于这个行哦。那如果我行深，就两个意思哦。因为中文解读就两个意思都在那这样子我们来贯通也好，你自己本身的行要深，要有这个深的般若，那么两个贯通起来，我们才真的是能够照见五蕴皆空。所以禅法也是一样，你的禅修行事项的修行要深，一定要有这个深的理作为你的背景，作为你的依据，你的根本，就原理的部分。那么你这个行才能够深进去，所以两个就必须要贯通起来。那所以我们现在呢，了解这个六祖坛经的时候呢，用这样的一个理解六祖坛经里面所讲的道理，读起来不深，但是呢，你贯通到我们整个中国佛教、汉传佛教的这个完整的基础上面，你就发现它真的很深，那就真的是贯通。好，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